各位，一场中东战争暴露了美国的航母有多拉胯这几天的节目中我给大伙说了，你看看美国这航母林肯号是被这个伊朗给打的不敢靠近海岸线，然后福特号可好，那个自己舰上的水兵直接就点了一把30个小时的大火。当然了，这个事儿还是正在调查中但是美国的媒体说，这大概率的是因为船上的水兵受不了了碰到伊朗，美国的航母都表现得如此的不堪，那碰到了中国呢，美国的专业的军事杂志就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中国人打航母有一整套的绝招美国的知名军事媒体他发了一篇文章1945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网站中国用整整30年的时间，默默地打造出了一套完整的反航母的杀伤链。这套系统没有惊天动地的宣传，却一步步打破了美国航母在海洋上的绝对优势。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美国的航母是海洋上不可撼动的霸主，走到哪里都带着强大的威慑力，不是？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能在关键时刻形成有效的这种制衡，中国的科研和军工人员用了3代人的努力打造了这条反航母之路。上世纪90年代30年前的起点，海洋上的格局呢，当时呢还被美国牢牢的掌控，它的航母战斗群可以自由的穿梭在各大洋，凭借强大的防空反潜体系，几乎没有对手能够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实质性的威胁吧。1996年的南海危机大家耳熟能详，那个时候中国的海防力量还相对薄弱，想要在茫茫大洋中锁定一艘移动的航母，难度堪比大洋捞针没有精准的定位，再强大的武器也无从谈起这就是当时最现实的困境。于是研发反航母杀伤链的第一步就从看得见摸得着开始了。这一步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一点点的摸索，一次次的实验，慢慢搭建起属于自己的侦察体系。最初中国的侦察手段十分有限，只能依靠少量的侦察机和近海雷达，探测范围有限，而且很容易被对方干扰。一旦航母驶远呢，就会彻底的从视野中消失了。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科研人员把目光投向了天空。只有在太空部署侦察卫星，才能实现对全球海洋的全覆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航母的踪迹。但是卫星研发却并非易事从卫星的设计、制造到发射入轨、稳定运行，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挑战。那个时候呢，中国没有成熟的技术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攻关，甚至要承受多次失败的打击。仅仅靠卫星侦察还不够，卫星呢受轨道运行和气象条件的影响，有时候呢无法获取连续稳定的目标信息。一旦卫星的链路中断了，那么就失去了对航母的追踪，前期的努力就有可能就白费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应运而生，无侦7和无侦10两款无人机成了卫星的黄金搭档，共同构成了空中侦察的核心力量。无侦10擅长电子侦察，它可以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到航母战斗群发出的雷达、通讯、电磁信号，短短20分钟就能覆盖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快速锁定疑似目标的大致的位置。但是无侦10呢，定位精度有限，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范围。这时候无侦7就会登场了，它搭载了高精度的合成孔径雷达和光电传感器，能够飞抵目标区域进行近距离的查证。哪怕航母进入电子静默状态，哪怕海上云层密布，无侦7也能够调整
这个站位，捕捉到清晰的目标图像，精准的识别航母的具体位置和航向，为后续的打击提供最关键的信息。这两款无人机的配合呢，就像一双空中慧眼，弥补了卫星侦察的不足，让航母无论怎么隐藏都难以逃脱监控范围。而这背后是科研人员10几年的技术积累和反复的实验。有了精准的侦察和定位，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打击环节了。想要摧毁一艘万吨级的航母，普通的导弹根本无法奏效，必须研发专门的反舰导弹，才能形成致命一击。东风 21D 是中国第一款实用型的反舰弹道导弹，被誉为航母杀手。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反航母作战的格局，也是中国反航母杀伤链最核心的武器之一。这款导弹呢，当时的研发难度是极大的，它需要具备超远的射程、极高的精度，还要能击中高速移动的海上目标。你要知道，航母在海上的时速可达34英里，想要精确命中，难度可想而知了。科研人员经过多年的攻关，为东风 21D 配备了先进的制导系统，能够实时接收目标的信息，不断的调整飞行的轨迹，哪怕飞行过程中遇到干扰，也能精准的锁定目标，完成打击。除了东风 21D、东风26、东风100等导弹也相继的问世，形成了多层次的反舰打击体系。东风100作为超音速巡航导弹，射程可达3000到4000公里，飞行速度高达4马赫突防能力是极强的。它可以在不进入对方反导系统覆盖范围的情况下，对航母实施远程打击。其高当量的弹头足以对航母造成致命的损伤，哪怕是有庞大的航母战斗群，也难以抵挡这样的攻击。此外呢，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也在不断的升级，鹰击12、鹰击20等型号，涵盖了空射、箭射、潜射等多种发射方式，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打击网络，让航母无处可逃。反航母的杀伤链呢，不仅有空中和陆地的打击力量，水下的潜艇部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潜艇凭借着其隐蔽性，能够悄悄地接近航母战斗群，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30年前，中国的潜艇部队还比较薄弱，主力舰艇的静音性能、打击能力都与美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想要突破美国航母的反潜网难度极大。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科研人员全力攻关，不断的改进潜艇的设计和技术。039B 型常规潜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潜艇技术有了重大突破，静音性能大幅提升，能够在水下长期的潜伏。这款潜艇呢，配备了鱼6重型反舰鱼雷和鹰击82潜射反舰导弹，既能用鱼雷对航母实施水下打击，也能发射导弹进行远程攻击。一旦潜伏到航母附近，就能发动致命一击了。除了常规的潜艇呢，中国的核潜艇部队也在不断的发展，成了反航母作战的压轴力量。核潜艇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航行，续航能力极强，能够在全球的海洋范围内执行任务。他们携带的潜射反舰导弹和鱼雷，能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对航母战斗群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水下力量的崛起，让中国的反航母杀伤链更加完善，也让威慑力提到了新的高度。很多人认为反航母杀伤链就是发现打击的简单的流程，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需要侦察、定位、指挥、打击、评估多个环节的完美配合。这30年中国不仅研发了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更搭建起了一套高效的指挥通讯的系统，从太空的卫星到空中的无人机，再到陆地的导弹、水下的潜艇，所有的力量都能通过数据链实现互联互通。当卫星捕捉到疑似目标以后，会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递给无人机，无人机完成了精准定位以后，再把数据回传到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快速的分析研判，下达了打击指令，导弹和潜艇接到指令，同步发动攻击。整个过程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短短几分钟内就能发现
目标到实施打击的这么一个全过程。这背后呢是无数的科研人员、军工从业者和军人默默的坚守和无私的奉献。美国的媒体在报道中坦言，他们曾经认为中国想要研发出反航母的杀伤力呢，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可没想到中国只用30年就完成了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打破了他们的海上霸权。如今呢，这套反航母杀伤力已经日趋成熟，它不仅是为这个守护自身的海洋权益也是为了实现海上的和平与平衡只要是谁敢主动挑起冲突，那么就让他葬身到海底可以说中国30年的风雨兼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只要中国人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中国解放军目前拥有的这套体系，让美国的航母真正的成了海洋上的活靶子。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